2022年12月18日，卡塔尔卢塞尔球场，中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同一个人——利昂内尔·梅西。35岁，他终于捧起了那座追逐了一生的神杯，完成了足球世界里最后一块，也是最重的一块拼图。但在那个本该属于绝对狂欢和个人英雄荣耀的瞬间，镜头里却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也让无数女性动容的画面。梅西没有第一时间冲向金杯去狂欢，他转过身，像一个普通的刚刚下班回家的男人一样，在众目睽睽下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等在场边的妻子安东内拉和他的3个孩子。那一刻，他脸上的表情不是一个冷酷球王的狂傲，更像是一个终于可以喘口气的疲惫又安心的丈夫和父亲。阿素当时在阿根廷看着电视直播，这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很久都挥之不去。在足球这个最残酷、最功利，也最容易让人迷失和膨胀的世界里，伴随着巨大的利益、铺天盖地的关注，以及稍有不慎就是排山倒海的网络暴力，为什么梅西始终是那个最稳定的梅西？为什么他在场上被恶意铲倒，爬起来拍拍身上的草屑，拍拍泥土，就能继续带球，从来不需要靠冲突和愤怒来向世界证明自己？为什么他在面对全世界的长枪短炮般的质疑和嘲讽时，可以始终保持一种近乎钝感的平静与温柔？你好，我是阿素，生活在阿根廷，陪着儿子和丈夫看球，也给我的亲密关系频道带来了全新的灵感。之前我们一起精读过苏珊·福沃德的原生家庭，也一起走完了依恋系列6集。今天，阿素想用这2本书的放大镜，带你走进梅西的童年和他的婚姻，去看一看一个人的顶级安全感到底是怎么在生活的极度匮乏里一点一点丰盈地长出来的。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990年代，阿根廷罗萨里奥，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人家庭。梅西的父亲是钢铁厂的科长，母亲在车间打零工，家里很不富裕，但幸运的是，梅西的童年几乎是被家人的爱和足球填满的。还不到1岁，他就跟着哥哥们满地打滚，追着球跑。4岁那年生日，他收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足球，那是他记忆里最珍贵的礼物。如果故事到这里只是一家其乐融融的普通开头，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心理学意义上极其震撼的生命样本。9岁半的时候，父母发现梅西的身高明显落后于同龄的孩子，于是带着他去医院做内分泌检查。经过整整1年的跟踪对比，医生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沉默的诊断：生长激素缺乏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矮小症。医生说得很直白，这种病就像糖尿病人的身体不能分泌胰岛素一样，梅西的身体没办法自己分泌足够的生长激素。如果不治疗，他可能这一生都会停留在1.3米几的身高。而对一个视足球为生命的职业球员来说，这几乎意味着他的梦想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经被宣判了死刑。更现实的绝望是，治疗费用极其高昂，每个月上千美金的注射费用，是一笔让这个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工人家庭根本无法喘息的天文数字。阿素想请大家在这里稍微停几秒，试着去感同身受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一个孩子，他最热爱的也是唯一擅长的事情，正在被自己的身体亲手剥夺。而能够挽救这一切的解药，又恰恰是他的家庭最负担不起的东西。很多关于原生家庭如何留下终身创伤的故事，往往就是从这样的极度匮乏和无能为力开始的。但心理学告诉我们，匮乏本身从来不是决定一个人悲剧的终极因素。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当绝望和匮乏发生的时候，这个家庭给了孩子什么。在梅西很小的时候，每个周末整个大家族汇聚在一起踢球，而第一个在人群中发现这个瘦小到快要被风吹倒的孩子有着惊人足球天赋的人，是他的外婆塞莱斯特。外婆是梅西最早也最坚定的超级球迷。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孩子太小了，太弱了，上场会被撞坏的。只有外婆不顾反对，生拉硬拽地把梅西推上场，甚至亲自去找教练，大声地为他争取机会。在梅西11岁那年，外婆因病去世了。从那之后，直到今天，全世界的球迷都注意到一个雷打不动的细节：
梅西在球场上每一次进球之后，都会双手指天，望向天空。这个动作的含义是梅西跨越了时空，在跟天上的外婆对话。外婆，你看，那个你当年拼命护着上场的小男孩又进球了，这一切都是献给您的。阿素想和大家说，这个细节看起来很小，但在心理学上的分量却重如泰山。在《原生家庭》这本书里，我们花过很长的篇幅去讨论一件事：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拥有至少一个无条件相信自己的成年人，这件事对一个人一生的自我价值感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很多在有毒的原生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痛苦往往不只是来自父母的伤害本身，更来自一种更深的孤立无援的绝望。没有一个大人站在我这一边，告诉我你是被看见的，你是有价值的。而梅西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拥有了这样一个人。外婆用一种近乎非理性的坚持，不管这个孩子有多瘦小，我都要让他上场，给了童年的梅西一个最早也最重要的心理基石。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无条件的相信我，这个基石会在很多年后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继续支撑着他。外婆去世之后，这份爱的接力棒毫无悬念地交到了父母手里。为了给梅西治病，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当阿根廷本地的俱乐部因为不愿意为一个前途未卜的矮小症孩子支付昂贵医药费，而纷纷选择放弃退约时，父母从未动过一丝一毫放弃他的念头。转机出现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一次试训机会上。在试训中，巴萨的主管雷克萨奇被梅西的天赋彻底震撼了，他力主签下这个孩子，并承诺俱乐部会负责他的治疗费用。由于当时俱乐部高层还在犹豫，雷克萨奇甚至将承诺写在一张餐厅纸巾上，与梅西草签了协议。但代价是12岁的梅西要全家搬迁，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小镇搬到举目无亲、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巴塞罗那。最后，为了支撑梅西在西班牙的生活，父亲留下来陪他，母亲被迫带着其他孩子留在阿根廷。这个家庭为了一个孩子的未来和健康，几乎把原本安稳的生活拆散了。那几年，12岁的梅西开始在寝室里每天自己往大腿上注射生长激素。据他后来的室友回忆，梅西对此从来没有表现出害怕或者抗拒。他在打针时从来没有哭过，也没有抱怨过，他总是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就像是在完成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任务。阿素觉得这种惊人的平静，恰恰就是因为他背后那个虽然破碎，却为了他全力以赴的家。在依恋系列里，我们花了整整6集的时间去讲一个最核心的概念：一个人在成年后处理压力、危机和亲密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童年时期和最重要的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在成年后的延续。而安全型依恋是这套心理学理论里最健康、最稀缺，也最让人羡慕的一种模式。我们在依恋第4集里讲过，安全型依恋的人有一个最核心的特征，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很深的、很稳定的、牢不可破的底层基本信任。这种信任不是来自外界的认可，不是来自我足够优秀、足够完美，而是来自童年最深处的体验。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我变成什么样，无论我遭受什么挫折，我都是被爱着的，我都是值得被支持的，我的身后永远有退路。现在我们把这个理论放回到梅西身上。一个矮小症的诊断本可以成为一个孩子一生的耻辱和伤口，它可能意味着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有缺陷，他是家里的累赘，他是被挑剩下的。在很多家庭里，这样的诊断会伴随着焦虑、指责、抱怨，甚至是放弃。但在梅西的家庭里，这个不幸的诊断激发的却是全家人不计代价的托底和行动。外婆的坚持，父母的砸锅卖铁，全家为了他而做出的迁徙。这些行动在童年梅西的心里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无论我的身体有什么缺陷，无论世界怎么看我，这个家，我最爱的人们都会拼尽全力站在我这一边。这就是原生家庭里讲到的情感灌溉，也就是父母给予孩子的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一种深层的无条件的情感支持。而这种支持会在孩子的内心种下一颗叫做安全感的种子。
这颗种子长成大树之后，就是我们在球场上看到的那个近乎神迹的梅西。为什么他很少和人冲突？为什么他从不靠愤怒来证明自己？我们经常会在足球场上看到各种情绪失控，比如因为被对手粗暴侵犯而愤怒报复，因为裁判误判而面红耳赤的咆哮，因为巨大的输赢压力而心态彻底崩溃。但梅西的球风干净得像个异类，他是世界足坛被暴力缠倒次数最多的人之一，但他几乎从不报复，从不和裁判无理争吵。被撞倒了，在草地上滚几圈，疼确实疼，但他往往只是默默地爬起来，拍拍身上的草屑，继续带球向前冲。我们在依恋第4集里详细拆解过，安全型依恋的人，在面对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在面对外界的恶意和挑衅的时候，不需要通过攻击或者过度防御来保护自己，因为他们的内心本身就是满的。什么叫内心是满的？一个内心匮乏、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人，会把每一次别人的质疑、每一次冲突、每一次被对手击倒，都看作是对自己价值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证明，必须反击，必须把对方压下去。因为如果他不反击，他内心深处那个我是不是不够好的自卑声音就会被无限放大。而一个内心丰盈、充满安全感的人，他的价值不需要靠外界的输赢，也不需要靠对方的低头来确认。被缠倒了，很疼，但这只是比赛的一部分，这动摇不了他对自己一丝一毫的认知。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他有多强，他只需要继续做他喜欢的事，踢球。他留在场上，只是因为他纯粹地热爱着足球本身。这种状态正是安全型依恋在一个人成年之后最直观的表现。说到这里，阿素要带大家引入依恋理论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安全基地 （secure base）。这个概念是指，哪怕一个人拥有再幸福、再稳固的童年，他在长大之后依然会经历成人世界的惊涛骇浪，比如压力、失败、伤病、舆论的攻击。这个时候，他依然需要一个基地，一个可以让他卸下所有防备和铠甲，允许他软弱，帮他重新充电，然后能再次出发的地方。对梅西来说，这个安全基地的名字叫安东内拉。梅西和安东内拉9岁相识，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13岁那年，梅西远赴西班牙巴萨，那是他人生最孤独、最黑暗的青训时期。离开了故乡和所有亲人，身体每天还要承受着注射生长激素带来的痛苦和不适，而足球这条路，前途未知，未来一片渺茫。而据他后来的传记记载，在无数个巴塞罗那寂静的深夜里，电话那头安东内拉温柔稳定的声音，就是支撑他没有放弃的唯一光芒。后来他名满天下，成了万众瞩目的巨星。巨星的身边从来不缺机会和诱惑，但梅西的眼里，几十年如一日，永远只有这一个女孩。他们结婚生子，把生活的根基扎得无比扎实。阿素想说，这段感情最打动我的，不是他有多么偶像剧般的浪漫，而是他有着自媒体和快餐时代里最罕见的极度稳定。我们在之前的亲密关系和依恋里反复强调过，一段高质量的亲密关系核心特征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激情，而是100%的无条件接纳。梅西的职业生涯并非一路坦途，他的成王之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委屈。他在阿根廷国家队曾经历过漫长的无冠责骂，甚至被家乡的媒体痛批不爱国。他曾痛苦到一度绝望地宣布退出国家队。在巴萨的暮年，他又遭遇了管理层的背叛，被迫在新闻发布会上哭着离开。但每一次，当他从那些惊涛骇浪里走出来，带着一身世俗的伤痕，疲惫不堪地走回家时，推开门，等待他的安东内拉和孩子们永远会给他一个100%接纳的拥抱。在这个家里，他不是什么身价上亿的球王，不需要去解释任何战术，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更不需要去表演坚强。他只是利昂内尔，是那个9岁时就爱着安东内拉的内向男孩。这就是安全基地最真实的样子。他无法替你消除外面的狂风暴雨，但他永远会在暴风雨中为你亮着一盏灯，让你无比确信，无论在外面输得有多惨，回到这里，你依然是被爱、被需要、被宝贝着的。
而正是这种确信，给了梅西一次又一次重新站起来、重新出发的底气。把这些拼图拼在一起，我们终于看清了这位球王的内心全貌。一个出身阿根廷工人家庭，患有先天矮小症，几乎不占任何物质优势的孩子。如果单看物质的起点，他拿到的绝对是一张极其糟糕的烂牌。但是外婆那份毫无保留的最初相信，父母为了他砸锅卖铁，拆散生活也在所不惜的全力守护，在童年期为他搭建了最稳固的安全性依恋。而成年后，安东内拉20年如一日的全然接纳，给他提供的安全基地，让这种安全感得到了延续和滋养。物质的匮乏从未真正击碎过他，因为原生家庭和亲密关系里那些饱满流淌的爱，给了他受用一生的顶级安全感。这句话是梅西的故事留给这个世界最温暖的启示。但在视频的最后，阿素更想把这份力量送给屏幕前的你。我知道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并没有梅西那么幸运，我们的童年也许没有那个无条件相信我们的外婆，我们的父母也许因为他们这一辈人自己的局限、创伤和忙碌，没能给我们提供过完美的、肥沃的情感灌溉。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至今还在深夜里默默治愈着原生家庭留给自己的伤口。但是还记得阿素在依恋第6集我也能变成不焦虑的人吗里和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最核心的心理学科学真相吗？那就是依恋风格不是命运，不是终身判决，它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即便我们没有天生自带的安全感，在成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清醒的觉察，去努力经营和选择一段像梅西与安东内拉那样高质量的、彼此全然接纳的亲密关系。在关系里互为安全基地，去一点一点地修剪过去的倒刺，疗愈当年的自己，长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安全感。这种在后天生长出来的安全感，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获得性安全感 （earned security）。这条自我重塑的路，对于缺少童年养分的我们来说，可能会走得比梅西更艰难、更漫长。但阿素想坚定地告诉你，这条路是真实存在的，也是真实可能的，而且它正在对每一个愿意勇敢去爱的你敞开。如果你想更深地看清原生家庭留在你身上的隐形印记，或者想探索如何一步步修补自己的依恋模式，欢迎去阿素的主页补一补我之前深度拆解的原生家庭长视频，以及依恋心理学6集全系列。在那些经典的智慧里，藏着很多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自己的治愈的答案。我是阿素，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给你带来一点力量，也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基地。我们下期再见。